Hello， 我是大脸喵。这期视频呢，分享一下如何快速制作这种腰锤的布料效果。那这也是一个经常会制作的部件。首先将身体的模型克隆一个出来，这样呢就不会影响到别的模型。接着使用 Knife Curve 笔刷切割掉多余的部分，只保留腰部和腿部，这样呢方便我们去模拟布料。然后呢把这个模型变成 Dead Mesh 不需要太多的面，它在这里呢只是起到充当碰撞体的作用。接下来呢给它插入一个平面的模型，那这个平面呢就是我们的腰锤，调整一下将它放在适当的位置上，可以使用变形工具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造型。这个呢就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了。接着将它旋转过来放在腿部的模型上面，这里呢一定要保留一部分布料呢搭在腿部的模型上。接着使用遮罩将这部分呢遮罩起来，也就是说保证这个部分呢在模拟的过程中是不变的。然后双击左侧这里将动态的菜单拖过来，准备进行模拟。仿真迭代变成200，接着开启碰撞体积不然是没有碰撞效果的。然后呢将重力的强度变成1，最后点击运行仿真等待布料自己垂下来。模拟好了以后再点击一下停止模拟，这样呢就得到了一个有布料效果的腰锤。按 D 键进入动态细分可以查看细分后的效果。如果不喜欢这个褶皱，键盘 B 键 T 键选择这个布料移动工具， Ctrl Z 撤回到模拟之前的状态，调整坐标到布料的末端，将这个布料呢向上旋转到一定的角度，再次进行模拟，那这次呢就可以得到一个不一样的褶皱效果了。在这个基础上呢，还可以用移动笔刷做一些微调。然后回到主模型这里，将刚才制作好的布料呢插入进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编辑这个腰锤了。在编辑的时候，记得这里一定要把移动工具换回普通的模式，不然呢移动的时候布料的褶皱就会全乱了。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造型了。然后呢细分到足够的面数，使用一些笔刷为模型增加细节。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也就是说使用 ZBrush 自带的模拟也可以做出一些不错的效果，省去一些手动雕刻的时间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的你，我们下期见。